球的地理方向北和南是如何确定的？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认为北在上，南在下？你看，不管是你看到的地球仪、地图，还是太阳系、银河系的照片，都是从北极往下的俯视图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认识里，北永远代表了上，南代表了下。你说这是人为规定的，还是出于某种物理原因？好，我先说答案啊，这其实就是人为规定的。我们规定南北的时间非常的早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也可以把现在的南极叫北极，甚至也可以把现在的南极画在地图上面。我们也可以从南极往下俯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。那这个时候，地球和太阳系的其他行星都变成了顺时针自转，这它们都在顺时针绕着太阳公转，对吧？这都是可以的。其实人类对东西南北的确定非常的早，这跟科学没有一点关系。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，北方这个词是从古老的印欧语左边衍生出来的。那有理论就认为，人们在早晨面对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左边总是会朝向一个方向，不会发生变化，这个方向就是现在的北方。那这种不会发生变化的方向对导航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后来慢慢的人们就从左边这个词弄出了北方这个词。因此我们现在面对太阳，左手就是北。由于在全世界太阳总是在一个方向升起，所以左边的北方，右边的南方，前面的东方，后面的北方，就这样确定出来了。这都是人为规定的，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。但是直到2000多年前，有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地理学家埃拉托斯尼的出现，地理上的东西南北才有了科学的规定。因为是他第一次以科学的方法证明了地球是个球，并且对这个球进行了地理划分。埃拉托斯尼出生在希腊的希勒尼，生活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，这两个城市基本上处在一个纬度上。所以在埃拉托斯尼的认识里，太阳一年在天空中的轨迹是这样的：在冬至的时候，太阳在天空中的轨迹最低，最接近地平线，一天的时间最短。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天会越来越长，太阳的轨迹会越来越高。那么在夏至的这一天，太阳在天空中最接近天穹顶但还是到不了，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所以在埃拉托斯尼的认识里，太阳没有直射头顶的时候。但是有一天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塞尼城的信。塞尼城在亚历山大城的南边，就是现在的阿斯旺那信中就说，在夏至的时候，一根垂直于地面的地桩不会有影子，这太阳会直射进一口井里。这就说明在塞尼城，太阳处在了天穹顶，直射头顶。那埃拉托斯尼从来就没有见过太阳直射头顶，物体没有影子的情况。所以在夏至的这一天，在亚历山大城，他就进行了一项实验，垂直于地面打了一根地桩，并且在正午时分测量了这根地桩的影子的长度。根据影子的长度和地桩的高度，我们就能算出阳光和地桩的这个夹角，这个顶角是1/50个圆周，也有7点2度。这个角度正好是太阳的位置和天穹顶的夹角，对吧？如果信中所言不假，那么这个时候太阳和塞尼城的夹角就是0。那么接下来，埃拉托斯尼就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异？北边的城市和阳光有夹角，南边的城市没有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如果太阳光是平行光的话，这只能说明地球是个球；如果地球是个平面的话，对吧，就不存在这样的差异，这个角度应该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你仔细想一下。那现在我们确定了地球是个球以后，就不难看出两个城市像地心的延长线的夹角也是7点2度。如果我们现在知道了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，由那段圆弧的长度再乘以50，就是整个地球的周长了。那由于当时没有很好的测距办法只能依靠骆驼走路，看花了多长时间。还有就是当时使用的距离单位斯塔迪亚，现在有2个版本，一斯塔迪亚等于185米一斯塔迪亚等于175.5米。那根据这2个距离单位换算，埃拉托斯尼的地球周长就有2个值46620公里和39375公里。那么现在公认的值是40041公里前一个大了16%，后一个小了2%，还是比较准确的那埃拉托斯尼除了算出了地球的周长以外，他还发明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，建立了第一个球形地球模型和地图把世界划分成了5个区域，2个高纬度的极寒地区一个北方一个南方，2个中纬度的温带地区，一个北方一个南方一个热带地区，从赤道向北和向南各延伸很短的距离。这个划分到今天仍然在使用。所以从埃拉托斯尼以后，我们不仅认识到了地球是个球，还知道了地球的最北端是寒冷的北极，最南端是寒冷的南极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北认为是上，南认为是下？这也是人为的偏见。因为大部分的陆地都在北半球，所以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北半球，当然大部分的牛人都处在了北半球。因此根据习惯，我们当然会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是上。
所以地图和地球仪的上就是北。当然太阳系的北也是上，所以我们画太阳系的照片都是从北往下的俯视图。因此我们会常说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在逆时针自转，都在逆时针绕着太阳公转，甚至我们还用这个习惯定义了星系的北也就从某个方向看，星系在逆时针旋转。那你更想不到的是，磁铁的南北极也跟地球的南北极的定义是有关系的。我们知道地球不仅有这个地极，还有磁极磁极和地极的偏差大约是7度。由于我们研究磁学比较早，最开始的应用就是指南针，所以我们就定义了距离地理北极最近的磁极就是磁北极，距离地理南极最近的磁极就是磁南极。这个定义在电磁学发展的时候也就顺势得到了应用，这都是人为规定的。当然我们知道在宇宙中并没有绝对的方向，不管哪个方向在物理上都是等向的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去太空旅行，那么在地球上所用的方向和导航将会变得毫无意义，我们需要在宇宙中找到一个更为标准的参照物作为方向的指引，这就是中子星。好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理论科学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，拜拜。